真的很像欧洲。这整个教堂的结构，但的确啊，就是受到西班牙殖民的影响，应该就是西班牙人盖的吧。我觉得这边空拍起来真的是很漂亮，因为它那个坡度，然后建筑物跟阳光这样洒下来，五颜六色的。走在当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点点，但是整个空拍看下来真的是很美。他一开始其实是失败的，所以他被处决，头被挂在这边，就 actually 在这里啊。对，是所以我们会看到四边很多名字，就是盖着不同先烈的人头。好，大家，这是我第一次来墨西哥城。那我们今天要居住的 Airbnb 呢，名字漂亮，叫做 Casa Oliva。每一个房间里面呢，都有一张非常非常大的床，就是大到你可以在上面祭拜太阳神。对，你就可以就在上面这样。对，你在上面就可以跟太阳神沟通。这些金字塔更多的是上去就是要被献祭。这个节目最一开始是参考就是要对决嘛，那比较两个城市，我觉得可以让观众更了解当地有什么好看、好吃、好玩的，然后也可以更贴近当地的生活方式。拍摄上的困难倒还好，因为这类型的影片都会先准备好脚本，那我就按部就班的把它拍完。但真的要讲困难的话，可能就是会想家吧，家人啊、室友之类的，所以晚上到饭店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视讯。最主要的话是讲当天上厕所的状况，但是因为 WiFi 的网路通常不太稳，所以也不能够讲太久。确实有办法，那就是使用 eSIM Fund 的虚拟网卡。出国用 eSIM 上网不需要更换实体网卡，只要在线上买好网络方案，扫描收到的 QR code 就能快速上网。整个设定过程非常的简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询问线上客服都会及时的给予回复。出国拍摄的时候，快速的网络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会边拍边把档案上传给在台湾的剪辑师，所以只要网速太慢或是连不上网，整个制作流程就会卡住。所以最近去肯亚、法国、意大利，还有这次的拉丁美洲，使用 eSIM Fund 网速都超稳，完全没问题。而且 eSIM Fund 还有跟不同的网络营运商合作，发现有些地方收讯不好，只要切换一个营运商就可以满格了。eSIM Fund 不仅是在欧洲、美洲、非洲可以使用，其他大家常去的日本、韩国、东南亚都有服务哦。那选购 eSIM Fund 的方案，除了去他们的官网之外，也可以下载他们的手机 App。在香港的朋友如果不能使用 eSIM， 也可以直接购买他们的实体卡，下单之后卡片会立刻寄出。现在除了推出各种年卡大优惠， eSIM Fund 跟 FunZim 全馆购买第2件之后自动全单79折，再买第4件之后还有全单69折的优惠活动，然后再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再打9折。那详细的优惠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Hello， 我是阿弟，今天的真理要对决，我们要来比较墨西哥的2个城市 Guanajuato 跟 Mexico City。那当初在规划墨西哥的行程的时候，我就想我对墨西哥有什么印象？我后来发现我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可可夜总会里面色彩缤纷的城市、亡灵节、对于家人的羁绊。于是这次来墨西哥就很想要体验这样子的氛围。我在网络上面搜寻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大家说 Guanajuato 这个城市最接近可可夜总会里面的原型，所以我们远征南极结束之后，一抵达墨西哥就花了4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这边。我现在人在 Guanajuato 的民宿里，那这边非常大，我租了2个晚上，价格差不多是1万台币。所以我现在人在这个超大客厅之外，还有一个完整的厨房、2个卧室、2个独立卫浴，然后在这整间建筑物里面都看得出很有墨西哥亡灵节风格的各种装饰，我觉得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间民宿。但我觉得这间民宿最厉害的是它的阳台，除了超大之外，一眼望去，整个城市都可以收进眼底。那我们今天在Guanajuato有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探索看看这个城市吧。民宿一出来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城市长得非常有特色，因为现在太阳很大，然后加上它都是建在一个坡度上面，彩度非常高，五颜六色的。好，我们待会呢先去咖啡厅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会跑哪一些景点。我的民宿也是建在一个山丘上面，然后这是它的入口，然后还有很多彩色的剪纸，这听说是亡灵节用来当装饰的。这边的街道感觉也蛮像欧洲的，市集也是五颜六色的，这边真的是彩度一直到处都很高。这边因为算是高地，气温还蛮低的，早上晚上温差很大，现在大概是12度。所以Guanajuato大家通常会跑哪些景点？这里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重要的主教堂，那这边还有一个剧院、大学、Hidalgo 市集，是传统市集。前面有一个比比拉一个像，是墨西哥的独立
英雄的像。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景点其实都很近，我们大概上午的时间就可以把全部都走完了。OK，那我们可能可以在那个市场吃个午餐，回来就可以开车，我们再往木乃伊博物馆走。哦，OK，这个大概是什么东西啊？它基本上就是炸的玉米饼，一般可以选择红酱或是绿酱，这是经典的组合。有点像是软掉的多利多汁，就会辣哎。因为绿酱是辣的，绿番茄跟绿辣椒，但是它辣椒就是每一间会有它自己的配方，它连形状都是多利多汁。哇，好漂亮哦！哇，然后它每年有一个艺术节，主要就是办在这里。好像走入一个什么电玩场景，感觉很不像是现代的东西，而且它上面这个圆拱应该也有个5-6层楼高。这边是19世纪才盖好，所以算是这个城市里面最重要的建筑里面比较新的。它的门票就是天花板。哦，这边是刚刚下面那个楼梯上来的样子。这边有个大中庭，等看戏的座位区。这边的门票是多少？好像是60，大概100块台币。快100块。哦，还好，不会太贵。但里面能看的东西没有到非常多，就是可以拍照片这样子。它2楼这边包厢都是不能进去的，就是圣地亚哥教堂，真的很像欧洲。这整个教堂的结构，但的确就是受到西班牙殖民的影响，应该就是西班牙人盖的吧。到处都是漂亮的建筑物。前面这个像它不是圣母玛利亚，它是墨西哥的圣母，叫做瓜达卢佩。你看它的肤色是比较黑的，比较深的。有一种说法是来自于墨西哥原本原住民的大地之母的象征，所以有点像是把妈祖放在里面这样。对，有点像是这样，融合当地的信仰，方便统治用。教堂的门口有卖一些很可爱的东西。这个是这边最大的教堂，叫做圣母圣殿。刚刚开有这样子一讲啊，我仔细看，真的是发现有很多的雕像的圣人都是黑皮肤的。基本上墨西哥很多这些大教堂上面这些金色的都是纯黄金，真假？有一些教堂看起来像铜，但其实它是黄金氧化。瓜纳瓦托里面有个大学，但是它这边在整修，所以入口进不去。这个阶梯蛮漂亮的，通常大家在这边拍照。对，这边的建筑物通常都蛮彩色的，然后这边这个阶梯是少数比较白色调的建筑。在这个大学阶梯这边，常常有时候有活动会架一个大的布幕，然后大家就可以坐在阶梯这边看电影。哦，偷偷看一下里面的施工状况。哇，他在把那个阶梯的石头重新拆下来装新的，诡异亚洲男的窥视。我在学西文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字都是 DAD 结尾的，然后后来才知道，它就是等同于英文的 ITY 结尾。所以像是 reality、realidad、city、ciudad， 然后 university、universidad， 这边有一个好大的脸啊，这是哪一个大学教授吗？不是，他是墨西哥的前总统，他叫 Benito Juárez， 大家叫他墨西哥的林肯，因为他是原住民，当上总统之后帮墨西哥的原住民争取到很多的力量。他这样浮在这边，很像一个要打 boss 的地方，或者是他会出题考你，然后你答对的话，可以从这边这个门进去。墨西哥的独立运动就是在瓜纳华托这个州开始 ，OK， 但是不是这个城市，在一个城市叫做 Dolores。Dolores 不是痛的意思吗？对，是同一个痛城。所以当时有一个他们墨西哥的一个神父，他名字叫做 Miguel Hidalgo，他是开启第一枪的人，他也被称为墨西哥的国父。我们待会就会看到他 ，OK， 他就在那边。只有他的名字哦，这是什么意思？他一开始其实是失败的，所以他被处决，头被挂在这边，就 actually 在这里啊，对，是所以我们会看到四边很多名字，就是盖着不同先烈的人头，所以这边是一个独立运动的起点嘛？对，它不是起点，但是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谷仓哦，西班牙人的谷仓，西班牙殖民者把这些算是叛乱分子打败之后，算是示众，哇，那他这样子保存得很好哎。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景点，算是。它现在是一个博物馆。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他被处决的时候是1811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久之前呢。对啊，大概200多年。但你说他是白人？对，他是白人，就是西班牙跟墨西哥混血吗？还是没有？他是纯白人，就是在墨西哥长大的西班牙裔。哦，这是这个谷仓以前的配置图。
这里面被改成一个博物馆。这个就是国父米格尔一大洞。哦，感觉也是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他们独立运动的时候，就是会拿我们刚刚讲的圣母的旗帜，象征当地。这是他们独立运动的路线，所以从这个 Dolores 开始，所以这一区就是瓜纳华头这个州。这州，这个就是他们攻打谷仓的画面。1810年开第一枪，然后经过了11年到1821年的时候独立，又出现了国父的头。然后这边有个小知识，墨西哥独立的时候啊，美国南部的很多州其实都是属于墨西哥的范围，包含德州、新墨西哥州，甚至加州。所以加州有很多的城市其实都是西文 ，Los Angeles、Las Vegas、San Diego。然后美国南部这些州到现在还有很多只讲西文的居民。这边真的很热爱把人的头这样子呈现的。你看这里又有，这是国父。不会这样子的呈现方式，是因为他们会斩首。这边有卖很多木乃伊的商品，这里面比外面粗糙许多。这边里面都是鹰架，然后还有一些木板。我们来这里买个果汁，这样子一大杯柳橙汁，40披索，酸甜适中。这里有好大的猪皮，这边的肉也是没有在客气的，超大一块。这里有卖很多水果，这边的芭乐，这个超级香。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叫 Zapote 无花果。这边有珍奶，但是我不敢尝试。这个城市蛮好逛的，而且到处都蛮干净，没有异味，这是重点。我觉得这已经赢了很多欧洲的城市。然后天气蛮好的，到处都蛮适合拍照。走到了一个制高点，这边有很多这种巷子，一路上也是很漂亮的彩绘屋子，像那种之前有这种神秘的小阶梯。找到了一个可能是以前的出水孔，在意大利也很多这种。它的指标是骷髅头的手，这个也是 Estas Vivo 木乃伊博物馆。OK。这里的上面就是一个墓园。那以前要入葬之前，他们需要缴一个税。那当地有些穷人或者是无名师，他们没有钱缴税。就会把它放在墓园的外围，自然风干哦。那它原本只是放在外围，但是因为这边太干了，它就自然风干，就变成这样子。它皮肤都薄的像纸一样。我觉得这个还是某种程度的蛮可怕的。我这就不拍特写了。所以在外面放着的，一般都是像这样子有穿衣服的。这边还有小婴儿的木乃伊，全世界最小的木乃伊。6个月大的女生，所以是妈妈变成木乃伊之后，这边的人发现她的肚子里面还有一个6个月大的木乃伊。这边有树挪的手指头，墨西哥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其实是跟我们一般想法不太一样的。所以像是亡灵节，他们也是用欢乐的方式去度过。缆车票一张35块，这边的票都不会很贵。对啊，还好。但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坐上去。好，进来了，它就是一个小缆车。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风景如何。它是这样斜斜的。很像空拍机，我是人肉空拍机。夕阳这样蛮漂亮的，有一半是有照到阳光。但这个其实有点可怕。会有点巨高，因为它这个窗户是开着的，我觉得这开着的窗户让我有点不舒服。等一下也可以选择走下去，或者是原路坐下去。没有，走下去。哇！哇！我这次有带空拍机，我应该会找个地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拍的空拍。我觉得这边空拍起来真的是很漂亮，因为它那个坡度，然后建筑物跟阳光这样洒下来，五颜六色的。走在当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点点，但是整个空拍看下来真的是很美。哇，这边好漂亮啊！有一个广场，这个是谁？他叫做比比拉，他背着石板当防弹背心，抓着火把去把那个谷仓的门放火给烧了，所以让独立军可以攻进去原本的西班牙统治的谷仓。所以他变成这里的英雄。这让我想起那个佛罗伦斯的米开朗基罗广场，就是在一个制高点，然后可以看着整个城市。这边有一个死神，好可怕！这边有个死神，他应该是街头艺人，跟他拍照可能要钱。好，我们瓜纳华托的 Day Tour 终点站就在这边。这几天其实跑了蛮多地方的，很丰富的行程。我们今天跑的景点，其实大部分从这边都看得到，大学啊。
教堂啊、歌剧院啊，我也走了很多里面的巷弄。我觉得这个城市蛮舒服的。我觉得重点是干净，我感觉这边的治安也不错。对，假如一个女生晚上自己要四处逛逛，不要真的到太偏的地方，都还是很安全的。这边就真的很适合旅游。这边的景观让我也有点想到韩国的甘川洞，或是意大利的五渔村。好，接着我们来拜访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抵达墨西哥城，那一样我们先开箱一下这次的住宿。那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奄奄一息的弟妹 ，Hello。好，大家，这是我第一次来墨西哥城。那我们今天要居住的 Airbnb 呢，名字漂亮，叫做 Casa Oliva。那我们的每一个房间呢，都是非常的大，每一个房间里面呢，都有一张非常非常大的床，就是大到你可以在上面。我觉得他要不行了。这边的话就2个卧室，因为当初来就想说我跟妹妹就一人一间房间。那现在这间应该算主卧，它的颜色都是同一个色调的。然后从这边走过来呢，这里就是 G 妹的房间。哦，不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跟刚刚那个房间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看，就只是我这边少了厕所。然后经过一个走廊之后呢，这边就是客厅区域，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厕所。这厕所比较大哎。客厅的部分，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厨房，然后餐厅，我觉得这边不错哎，蛮大的，蛮大的，2房2卫，算是 technically 2厅。你猜这样多少钱？大胆估计7000台币。7000台币，哇，你太高估这边了。3个晚上12000啊，所以1个晚上只要4000块钱。哦，很不错哎。这里的空间虽然比较小一点，比起上一个民宿，但是它整个弄得非常漂亮，而且很现代。然后它离市中心也很近，所以接下来呢，在墨西哥城的冒险，我们就会以这边当做基地。今天是我们到墨城的第一天，然后这个是我民宿出来的街区。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温馨的区域。我们第一个行程好像是要去搭船，哇，这个颜色也太缤纷了吧！原来的墨西哥城其实是一个建筑在高山湖中间的城市，所以墨西哥城其实海拔有2240公尺。有些人刚到这边的时候会有轻微的高山症，是正常现象。只是在现代，他们就抽水然后使用，把这个湖抽干了。所以我们待会会看到的算是墨西哥城最原始的样貌。你说湖抽干是西班牙人抽干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也失败好多次才把它抽干。他干嘛抽干？因为就是腹地会变比较大嘛。啊，所以以前的墨西哥人就是算有点像威尼斯人嘛，就像这里的生活。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体验原本的墨西哥人的生活，他们有特殊他们自己的植栽方式跟生活方式。OK。好，出发。我后来觉得这样想也合理，因为2000多年前那种古文明通常都是逐河，要离水源比较近。但是因为墨西哥城看起来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非常大一块陆地中间，所以原本那边是有湖的，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多文明在那里。好啦，你看它这样左右的不断排开障碍物，然后这个撑船才能前进。好啦，拜。然后在旁边这里就可以买食物，好酷哦！一只脚蹬着。哦 ，This looks horrible！ 哇，这边有可以直接买玉米耶，哇，超酷的！就在这个开放的水域，然后这旁边就有小商船来卖你玉米啊。酒精啊，然后就在中间这个长桌，边乘着船，然后边吃零食边喝酒，获得了1大根玉米。Gracias， 拜拜 ，Saludos。太扯了，居然还有在卖盆栽的，到底谁会在搭船的时候选购盆栽啊？还有在卖娃娃的？问号。哇，这艘船华丽耶，现场演奏。原来这些演奏乐器的人，他们是本来在一艘小船上，然后呢，他可以被聘雇到你的船上演奏。这边的 vibe 太迷了，超级迷，随时都会来新的摊贩，好好玩哦这里。
你通常都会带人来这边吗？对啊，对啊。哦，这个体验很特别啊，而且没看过当地墨西哥人也会在这里办 party， 所以周末的时候这里有很多墨西哥人，哦，特别是庆生的时候。OK， 通常墨西哥城会跑哪些景点？墨西哥城有非常重要的人类学博物馆，它有最知名的阿兹特克利，还有它旁边还有一个城堡，见证了墨西哥从原住民到现在历经革命跟独立运动的历史，还有近郊的日月金字塔。这旁边还有一些店可以上去。哦，看来我们要在这里登陆了。这是什么？植物园？没有，它有很多综合的，里面还有很多动物。哦但最重要的是墨西哥顿口猿。这个城市的代表性动物嘛？。对，它的原生地就是在这个运河里。哦。哦， Ya es super slim. 可爱哦。好，这11个月大，要2年长成成年，好可爱哦。哦，所以这边有不同阶段、不同年纪的。我觉得它长得很像那个《怪奇物语》里面的那个一小只。你有看《怪奇物语》吗？反正就是《怪奇物语》里面的那只狗，它原本一开始小的时候就长得有点像那样。这里有大只的，成年，这是成年的，它这个有活力很多。哇！它的触感很软，这是青蛙的触感吗？就黏黏的，然后软软的这样。黑色的是这边原生的物种，白色的话是另外一个物种。但是白色的好可爱啊，它看起来好像在笑。这里很酷哎，墨西哥威尼斯。好，那接着我们挑几个看到推荐的景点，带大家一起逛一下。Buenos dias。好，我们今天要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堡。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城堡代表整个墨西哥的近代史。 So this is a representation of Spanish conquer. Some part of it, yeah. So the Mexican people when they come here, We hate Spain when we come here. it's a Just for a while. 以前墨西哥城是一个高原湖，阿兹特克人的太阳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看到一只老鹰咬着蛇站在仙人掌上，代表那是你们该安身立命的地方。哦，它国旗中间的那个。对对。哦。这个区域算是代表了墨西哥的近代史，从以前是阿兹特克人的圣山，中间历经独立革命，一直到现代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阿兹特克的圣山怎么会盖这种城堡？因为西班牙人他们要殖民一个地方，就会把他们的建筑盖在重要的宗教场合，对去征服的概念啊。这边它是按照时间轴讲的，所以从阿兹特克文明开始，然后这边讲到西班牙的殖民。有一个说法呢，阿兹特克人他们建造的一些石像都代表他们的神，他们这些石像中间都会有一个洞，他们如果找到一样适合大小的玉石放进去之后，这些神就会回到这个世界上。哦，它其实是钥匙孔。对，为什么每次看到阿兹特克就很多人骨啊？因为阿兹特克是一个很残暴的民族，他们常常会拿战俘或是奴隶的头骨来筑墙。国父又出现了，国父，墨西哥版的独立宣言。这个博物馆做得很好很容易理解，因为它就是时间顺序。现在这边是墨西哥独立之后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现在要上2楼了。在独立运动，下一个对墨西哥最重要的就是美墨战争，因为他们失去了超过1半的国土。这是我们之前有讲到，新墨西哥州、德州、加州，他们其实原本都是墨西哥的。所以你看这个小士兵，他拿的是墨西哥的国旗，但是这边这个马上面是美国国旗。他们最后被迫签了一个$1500万买走了整个墨西哥55%的土地。What do Mexicans usually think about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You guys lost 50% of your land. I think we don't hate American people. We just don't like them. You know, like we don't like their stupid Isn't that the and same thing? ignorant. 美墨战争是1842年左右，割了一堆地嘛。但过了10几年之后，法国又来入侵，但他们这次打赢了。带领墨西哥打赢法国的是这位总统，是原住民总统，也是我们在瓜纳瓦托大学外面有看到的那个雕像。墨西哥有2个主要的将军打败了法国，所以人民非常爱戴这2个将军。最主要的那个将军，他后来都一直在军职，所以他没有从政。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将军就是他，后来就当上总统。墨西哥的总统一期是6年，不得连任，但是他又回来当总统呢，他就连续再当了6任的总统，所以总共当了7任，1任6年。因为这个原因呢，在1910年就爆发了墨西哥革命运动，就觉得他独裁太久。所以历史对他的评价是独裁者。他在后期有做什么很不人道的事吗？一开始他是英雄，因为他打赢了法国人，到后来他有点贪腐，
哦，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坏。这个壁画是很代表墨西哥的壁画，嗯，代表这个国家。这个就是在墨西哥当了7任的总统的那个。哦，就是革命要拉下来的人嘛。然后这边就是代表人民。哦，马克思的小红书。墨西哥是比较偏共产嘛，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墨西哥有点算是当时共产主义的拉丁美洲的大本营，所以这是革命成功，恢复民主，不可以一直再选。然后这位总统也把这个城堡当做他的总统府，所以他在这边居住办公了30余年，很酷哎，全部都串在一起。所以墨西哥500年来的近代史都跟这边有关，很值得来看看。今天 Fabiola 的造型很特别，而且这上面可以喷水。Can you spray water? Sure. Okay. I'm sorry. 他喷到人了。其实墨西哥城真的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安全方面或者是整洁环境方面都比我想象的好很多。然后我现在在走的是他们主要的干道，然后他们现在好像规划了一个不知道是马拉松还是什么的，左边这一整个车道都是滑板、脚踏车，然后还有慢跑的人，就整个很舒服哎。它这边人行道规划的很好，车道、人行道、脚踏车道。那只有每个周末的时候才会这样，这样有点像是墨西哥版的步行者天堂。我们现在是要去墨城的市中心。哇，这个广场一瞬间感觉来到欧洲。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他们的大教堂，对，墨西哥城的主教堂。这里的设计好像那个米兰大教堂前面的广场哦，所以这个是西班牙殖民之后盖的教堂。对，这基本上有一种说法是，它是整个美洲第一个盖的正式的大教堂哦，因为他们也有很多像小小的，像我们的土地公那种小小的小教堂，蛮壮观的。那它的色调比较是土色。从我们等一下会去看到那个阿兹特克的教堂摧毁，拿那些火山岩来盖的，所以看起来就是火山岩的颜色。所以这些岩是以前的金字塔的材料拿来盖教堂，对，把人家的宗教建筑物摧毁之后，拿这个石材来盖自己的教堂，偏过分。那这边建筑物是什么？这就是之前西班牙人盖的古建筑，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用处，很多是饭店或是餐厅。我想要看这边金字塔原本的地方，这边就是金字塔的遗址，真的看得出来它材料跟教堂一样哎，那里还看得出来有一个那个阶梯上去的感觉，没想到是在这里。金字塔原本建造的方式，它是越古老的金字塔在中间，新的国王他会一层一层的往外盖，像洋葱一样，它总共有7层。后来全部都变成是后面这个教堂了。这个金字塔的位置就是当时所说的老鹰叼着一只蛇站在现场上的地方。它这一整区就是阿兹特克人的市中心。其实从阿兹特克人到现在都一直是市中心。那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墨西哥的地铁。你说墨西哥是社会主义吗？他们是目标想要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到非常成功。但这样代表他们地铁应该会不错吧？大众交通。他们其实很早就有地铁，所以会比较破旧。不过它很便宜，无论你走多远都是5块比索。OK， 我大概有个心理的期待值了。他们捷运的入口，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宽敞。以这么老的捷运站来说的话，这好酷哦！这就是还原之前阿兹特克的时候广场是长这样，所以它就是对照现在在地表上已经改变的模样了。没错，然后我们后面还有各个不同时期这个区域的变化。哦，好酷哦！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阿兹特克时代广场长的样子，跟每一个圣殿在的位置，对照到现代的墨西哥。原本主神殿在这附近被摧毁之后，材料被拿来盖这里的主教堂。我觉得他们地铁上设计好有文化。台湾有些捷运是不是也可以摆这样子的展示啊？会很有趣我觉得这边地铁很棒完全高于我想象。是因为这个是主要的站吗？就是很干净其实整体来说差不多啦，只是没办法跟台北。对。但我觉得以国外的捷运来说，这已经算是很优等的了。它也是这样子可以开窗户的。它每一站都有一个图示对，它每一站的图示都代表那个地方的特色。车厢内比较没有到那么干净，但是也是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了。因为外面下雨，所以我们现在找一个酒吧来坐。哇，这个酒吧超酷的，半开放式，饮料台。然后还有 DJ 台，墨西哥城跟我想象的真的蛮不一样的。我觉得跟台北有一些地方没有差太多。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行程，找个酒吧喝酒，大家聊个天。我们明天再去金字塔。OK， 明天金字塔也是算是墨西哥城哦。它其实算是墨西哥州，但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城像新北跟台北一样。OK。The next day。好，今天是我们在墨城的最后一天。我们来看看谁来啦，弟妹绘图重生，哎呀，半血，依旧美丽赶上最后一个行程。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太阳跟月亮金字塔。哇，我们到了，这全部都金字塔吗？远方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是太阳金字塔。美洲古文明金字塔。大家一般说的日月金字塔呢，其实它的真正的名字叫特地瓦坎，或者是特地瓦坎，是众神之城或者是众神诞生的地方。但你说它不是阿兹特克的金字塔？它不是阿兹特克的金字塔，因为这个文明当时非常强大，连阿兹特克人占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都自己谎称自己为特地瓦坎的后代。但是阿兹特克人有使用这些金字塔吗？他们后来有占领这个地方 ，OK， 一段时间，所以就把它转成是自己的神庙。他们用途后来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但包含就是这个太阳金字塔跟月亮金字塔都是阿兹特克人命名的。你有没有发现，全世界的各个文明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阿兹特克人来这边，把前一个伟大文明的东西占为己用，然后西班牙来殖民的时候，把阿兹特克的东西占为己用 ，conquer conquest， 然后到最后好像人类都会做一样的事情。太阳、月亮、病人，我跟你讲，外星人。操！真的假的？对，外星人真的有？其实是。哇，我们来见证外星人的这个状况。那我们等一下才会去看太阳金字塔跟月亮金字塔。但我们现在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羽蛇神金字塔。OK， 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金字塔。哦，但是因为一般旅行团会觉得这边太远了，反而没来看最重要的金字塔。为什么它最重要？因为它这里有挖出很多遗骸，代表有很多献祭。这算他们的主祭坛，是不是？其实这是推测的，因为它的献祭最多。这边这个广场好大一个哦。那这些小小的平台是做什么用的啊？在金字塔前面的这个其实我们不是很能确定，但是因为这个平台，这个金字塔前面像是城墙般的建筑，所以这也是他们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金字塔原因。哦，羽蛇神金字塔，它这边还持续在挖考古哎。你好像说是这近20年，他们才在认真的挖这边的考古。整个拉丁美洲的文明大概都近20-30年才开始认真的去考古，所以很多的资讯都一直在变化。我们来走上去看看，他们的阶梯都蛮陡的。你不是说这边的原住民比较矮吗？为什么阶梯这么高啊？阶梯高才能比较快的通向上帝。后面这个就是羽蛇神金字塔。哦，它只剩这样子哦。因为我们现在前面有这个平台，所以可以保护住。等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他们还有雕刻的细节还在。这个是不是人类学博物馆复刻的那个？对，人类学博物馆复刻。所以它原本是彩色的。对，好酷哦，这是真机。其实我们等下下面还可以看到有一点颜色的保留。哦，我们昨天有去一个在墨西哥最大的古文明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我们是做成会有影片，大家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可以去补充相关的知识。一般中间有羽毛这些，它们就是羽蛇神，羽毛的羽。然后没有羽毛的是 Jaguar 美洲狮，那中间就是羽神，圆圆的眼睛跟獠牙。它刚好被挡在这个后面，所以保存的算相对比较好。对，2000年前的金字塔古迹，太阳金字塔。那这个其实被修复过很多，特别是正面被修复的更多。OK， 所以本来不是长这样。刚发现的时候，它远远的看起来像一座小山一样。哦，所以墨西哥可能很多小山其实都是金字塔，有可能。真的吗？因为现在每年都还是会发现一些新的金字塔。哦，正面长这样子，有被修复过了，所以相当平整。然后还有很多的阶梯，这个听说疫情前是可以爬的哦，真的哦。但现在不行了。爬到上面就可以祭拜太阳神。对，你就可以就在上面这样。对，你在上面就可以跟太阳神沟通。这些金字塔更多的是上去就是要被献祭。我觉得刚刚在下面走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上来这个阶梯之后看啊，超级雄壮，很大。以前的宗教就是用这种雄壮来折服人们，对，来相信他的宗教。不是以前要做到这种也是不简单吧？2000年前。对啊，要做成这样子耶。你想这个景点是离市中心40分钟，所以你想象，从台北市，然后开车到林口，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金字塔，看到一个大金字塔，超酷哎！之前还可以爬的时候，看我爬上去过。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上面的视野。哦，它这边是在用还原那时候的颜色怎么画出来的吗？它一般红色是用胭脂虫，绿色是一种烟草家族的 OK 的颜色，然后橘色一般是菊花，是原本金字塔的颜色是5颜6色的。对，现在的样子，原本的颜色。然后太阳在这边，然后这个叫做亡灵大道，然后月亮在那里。以前的人要被献祭的路上，景观就是长这样子。可能没有旁边这些摊贩了，但是大致上是长这样子。应该也没有这个人，对。不会有这个人。那我们墨城的一日游，其实不算一日游啦，我们花了好几天，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那接着我们回民宿来比较一下 Guanajuato 跟墨西哥城这2个城市。所以 Guanajuato 部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镇，到处都可以步行。我觉得体感上可以多待个1天。就是1天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景点都跑完了，然后另外1天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城市的氛围，然后看风景。对，它有很多很漂亮的步道跟小巷子，还有咖啡厅，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下午。但这边有个提醒，我会建议大家去那边，如果要去的话，搭公共交通工具，就是可能搭那种大巴士去，因为去到那边第一个。它到处都可以用走的就抵达，所以你也不需要车子。它有些地方其实车子也开不进去，有些小巷子。然后第二个是那边的停车费超贵，因为我们这次是租车过去，我们这次在那边才待了2天，然后我们的停车费用应该有超过1000披索，光是停车的费用就快要超过客运来的钱了。而且重点是我们那个期间也没有什么用到车子。但是Guanajuato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边的历史故事，因为整个墨西哥的独立运动是从那一个州发源的。好，然后再来 Mexico City，Mexico City 也有类似Guanajuato那种山丘有颜色的房子，对，山坡上，然后还有缆车，对。但是看有讲说那边是贫民窟，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 Mexico City 有打破很多我对墨西哥的刻板印象。因为我原本想说，会不会很多沙漠很干燥，对，然后沙漠感，对，很多仙人掌，我不知道。实际上来 Mexico City 会发现每一区都很不一样，也就是有比较落后、比较乱的区域，但是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其实蛮像台北市，就有很漂亮的餐厅，很多公园，马路也都弄得很大条，对，所以我觉得的确是蛮像台湾的。就我自己的观察，墨西哥城比很多欧洲的城市都干净，我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有闻到尿骚味的。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觉得这也很难以偏概全，因为我们 Mexico City 只待很限定的几区，对。然后 Mexico City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地方，超大，可能也有一些其他区比较乱，我们只是没有看到而已，对，没有拜访到那些地方。那这2个城市比较下来的话，我会比较喜欢 Mexico City， 因为它就很多元，然后很大，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可以跑。还有说还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时间实在是太赶了，它没有办法安排进去。但是 Guanajuato 的话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镇，会比较适合步调慢一点的旅游。这一整个墨西哥行程下来，我觉得收获比想象中的还要多。当然，一大部分是因为中间有 Kyle 非常照，就是帮我们排了所有的行程，都是物理上是顺的。对，然后又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把最精华的塞进去。本来其实没有要去这么多地方的，但是因为 Kyle 实在是太懂这个地方，太热情了，就是都想要分享，都想带你他说：“你要去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所以非常感谢 Kyle， 感谢 Kyle。所以对墨西哥行程我是很开心的。唯一比较可惜的是饮食，我就没有到那么的喜欢这边道地的食物，不合胃口。对，这个详细的内容大家在下个礼拜1的影片会看到。好的，以上就是 Guanajuato 跟 Mexico City 2个城市的比较，希望通过影片有让大家也亲自来访这个城市的感觉，也可以在留言区许愿，希望看到我们去哪一个城市探险拍片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